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最新要部署它的 F-35，来自于美国的战机哦，成为东南亚最强的空中战力。包括现在可以看到，在新加坡这边有它的逆中战机前舰。那么日韩还有澳洲跟新加坡，难道要组抗中来自于美国的抗中最前线的国家吗？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来自于亚洲，美国终于要把它给出去，它的 F-35战机 F-35B 哦，又增加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它也正式的宣布，2026年底它会拿到接收4架的 F-35B。那么未来它会建立在东南亚这边最新进的空中战力。我们可以看到总数会有20架的 F-35战机，那这当中有包括12架的 F-35B 跟8架的 F-35A。那其实，在还没有接收到这个 F-35之前，我们就看到新加坡的空中战力已经非常的好了，包括它有 F-16C 跟 D、F-15S 跟它的阿帕契多架的直升机等等。那新加坡也是成为首个美国之外首个在陆地的基地操作 F-35B 的国家，不用依赖航母就能掌握逆中的空中优势。吕舰长怎么看？为什么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新加坡会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引进 F-35B 的国家？这对于接下来在区域的军事影响你怎么看？因为其实对于东南亚来讲啊，那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的东盟国家都是与中国的关系比较友好。那当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友好的时候，美国对于如何使用、如何交付这个 F-35，它就会有各种的疑虑，那当然就不会拿到。但是对于新加坡来讲，我们如果看到最新的新闻，黄循财又7早8早的向这个高市早苗提供他那个向他祝贺，他又可以继续连任首相。那更不要讲说他之前高市早苗在提出这一个台湾海峡存立危机事态的时候，他讲说，中国应该要放下历史成见。其实这个都是新加坡领导人对于那个二战的时候的一个错误认知。二战的时候，其实日本并没有对于新加坡没有下狠手啊，也是有啊。不相信可以请黄循财到他的一个这个圣淘沙的公园里面，就有非常清楚的陈列，因为我去看过，连我一个台湾人都去看过，连我一个中国人都去看过，你新加坡人更应该去看一看，当初日本人是怎么样做的。那为什么新加坡可以获得 F-35B？ 因为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地缘的话，它最重要的也就是要遏制马六甲海峡，而且掌握南海。这个是美国真正想要做的，因为现在眼看着这一个菲律宾根本就挡不住中国海警以及解放军，那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其实都是对于中国大陆是友善的，所以现在唯一可以遏制住的也就在新加坡这个地方。那如果其实为什么有 F-35B 呢？也就是它可以从陆地上很短程的起飞，然后垂直的降落，同样它还可以降落在那个等一会儿我们这个另外2位会提到的它新一代的舰艇上面。所以这一些都是美国的铺排，美国的铺排也就是从菲律宾现在战线已经拉到新加坡。那如果美国认为菲律宾不够力，接下来新加坡会在南海成为这个抗中的最前线吗？等一下我们会请委员来继续帮我们做分析。那我们也先来看到说，美国给这些亚洲国家 F-35的国家配置占比。现在根据了解呢，日本是最多的，获得了147架，这是第一名哦。包括了它的 F-35A 跟 B。接下来第2名是72架的澳洲，第3名是南韩的40架。那接下来他还计划要增加25架，最后才是新加坡的，它未来会有20架。那在此呢，新加坡最近也是不断的增加它的军备哦，除了说已经拥有了4艘德国的常胜级的前舰，未来还会增加2艘，一直到最快2034年就会到位，还有6艘的多用途的战斗舰将作为无人系统母舰。那预估2028年全数来做服役。委员怎么
看，如果南海真的爆发冲突，新加坡成为抗中最前线吗？它还能保持过去所谓的中立大国的角色吗？新加坡不会成为所谓抗中的前线了，因为新加坡它整体的战略是这样：我不选边站，但是我有被选边站的价值。那听懂意思？这是新加坡的整体的战略，就是这个概念。你就比较能看清楚他在干什么。那要被选边站的价值，就是我要武装到一定程度。虽然新加坡的政府负债已经占到 GDP 的165%，但是他还要继续斥资预算扩充军备。那你刚才讲了，他跟德国买柴电潜舰，好，然后他跟这个德国采购这个地面、水面战舰，然后跟挪威买水面战舰，然后当然战斗机跟美国买 F-35B F-30B 和 F-30A 它其实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性，就是我的军备系统跟美国是同一挂的，是政治象征。第二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因为新疆土地很小，所以它要指挥临近这么广大海域的作战的时候，它没有 F-35还不行，因为它不可能有什么铺路爪雷达，没有这些东西。那 F-35的话有什么特色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战斗机，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个指挥中枢，它可以同时让海军、陆军还有美军都可以看到同一张战场态势图。它 F-35B 有这么很强大的一个战场管理能力。那同时呢，它可以收集到从空军、海军、电磁还有各种地面情报，能够把它整合成在战斗机上的一个地图。换句话说，你就把它看成是一个低空的星链，就在飞机在空中飞，它有这么强大，然后可以通知它的盟军，所以它某种程度来讲，它买 F-35B 是作为空中指挥中心，以及跟盟友联络，然后让人家告诉他，我有更强大盟友会来，你少碰我，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战略。那如果说真的要做空中作战，那对不起那20加起来不太管用。好，那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丁老师，就是在美中之间，这个长期来看，新加坡要如何维持中立，包括安全要靠美国，经济还是要靠中国啊？老师怎么看？所以基本上在亚洲，我们视新加坡好像是欧洲的瑞士嘛，就像中立国一样。那么它经济好，但是它不去惹别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从这1959年这个脱离马来西亚成立一个国家，从不怎么样到甚至李光耀哭着说这个国家完蛋，他说我们会 we will survive 下来。现在算是一个经济还不错的一个金融市场很棒的国家，但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不断的在动荡，这个国家会担心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它为了安全，它必须要有保本的东西。这个国家也算有钱，所以它有钱买个 F-35B 是最贵的，ABC 的 B 是上亿的比另外一个是 A 是7000多万，这个 C 是9000多万，是最贵的，但它买它可以垂直降落，它最少有钱保命。我觉得在动荡的时候。但我不觉得他可以保密，但我不觉得他是靠边站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他还是在等距外交啦。我们今天回想起来，从1959年到1990年，李光耀任内的时候，他其实跟台湾关系非常好。你要从他们的角度，不要看台湾的角度。他跟李光耀当时这么跟蒋经国还不错的时候，其实当时不是有个台新计划吗？军事计划，这个军事计划不就是协助我们，等于是有秘密的一些军事行动？这个据我所知应该是这样，就是对当时的共产党。可是你知道台湾已经改变了，台湾现在整个不管是外省族裔或蒋经国这一边的族群，靠这边的这个所谓不管左派右派之间，已经跟对岸感觉是对岸的起来以后，大家的关系比较好。就像后来李显龙常常在讲的话。中国起来了，我们不能再背离中国，要跟着中国走近才对。